在九运中，人类更注重精神世界，而不是物质世界，更喜欢探索灵魂和人类的起源。Hello， 大家好，这里是飘飘飘哥。因为天津的肖老师的事儿，害得飘哥上演了一部小沈阳回忆小学老师的场景啊，网友们都笑喷了。我把链接放到视频下方，大家自取。话说到这样的老师，家长来看他，或者是家长来问孩子在班里的情况怎么样，那就应了那句话：嘘寒问暖不如巨款，一捆现金焕然一新。东北话讲的是，别整那些没用的，净扯犊子啊！是吧？这改革的寒流啥时候能吹到这些老师的身上呢？难道这个老师的言谈是普遍现象吗？如果真的如此，我们的量子力学何时能见到天日呢？人才不单单是知识，更是品行，师德对学生的影响胜于防川。这两句话整得有点像新闻联播，好吧？飘归正传。享受寓言的神奇朦胧，探寻人生的真谛回声。我们是神秘山泉的搬运工。如果您有好的观点，希望呈现在屏幕上，可以随时和我们联系。所有的资料来源于网络，不盲目迷信，不否认未知，不管精不精，全当故事听。按照古代三元九运划分，中国目前处在八白运退气、九子运入气这个阶段。这一退一入代表着什么？而且古今中外第一奇书《推背图》竟然也预言了九运。我们先挖这个坑，一会儿来填。那么什么是三元九运？三元九运就是从黄帝元年开始计，称之为纪元。从那个时候起是公元前2697年，定为甲子年。古代人把20年化为一运，3个20年就是三运，形成一个元，3个元就是上元、中元、下元，每一元是3个运。在太阳系的9大行星当中，土星与木星每隔20年就要相会一次，这也就是吠陀占星所说的土木合相。我们分享过各个占星师的看法。那么每隔60年，土星、木星、水星也要相会一次，即为《史记·天官书》中所说的三星合。每隔180年，9大行星就会处于太阳的同一侧，分布在同一个小的扇形面之内，或者形成在某一个宫位之内，形成了少有的9星连珠。因为这种天象运行规律永远不变，所以古代天文学家或者是占星学家根据这种规律划定三元九运的时间体系，以180年一正元，每一正元分上中下3元，每60年为每元分为3运，即1至9运。横看天体运行不变，纵看历史生生不息。还记得人们所说的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这种说法吗？其实其中和天体运行有着不为人知的紧密的联系，这也就是为什么天体和人文历史总能够让人们看到若即若离的规律。古人通过三元九运与洛书九宫、北斗七星加左右辅星为9星，以及九气间的有机结合，形成了一套时空统一的堪舆理论。先贤将北斗9星分别取名为贪狼、巨门、禄存、文曲、廉贞、武曲、破军、左辅、右弼，并确定了三元九运中每一运的20年由哪颗星来主事。9星各有吉凶，风水先生配以颜色区别，称之为七彩9星。由于10天干12地支同时与天区地域相对应，所以三元九运实际上揭示了我们这个星球地球的自然周期。同时
如上面所讲，也预示着人类发展的周期变化。国家、族群、组织、家庭，乃至于个人等等各个层面的成败兴衰、吉凶祸福，都会无形中受到三元九运的轨迹的影响。人类九子运阶段是从2024年到2043年，而2020年到2023年就是八运到九运的过渡阶段。2021年，现在我们正处在下元八运，正要迈向九运。我们先看看八运。八运的地理运势中心在东北，意味着东北地区会是一个兴盛或者备受瞩目的地方。我们看看八运的时候，中国北京和东北都备受瞩目，尤其是北京发展很快，成为全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也成为世界瞩目的首都之一。而在美国，位于东北部的纽约、华盛顿都是世界瞩目的地方，尤其是纽约是世界金融的中心。随着九运的到来，世界的中心将向正南方移动。那么纽约和北京会不会在这波变化中被淘汰呢？最近北京燕郊的房地产直线下跌，200多万的房子无人接手，这也许仅仅是个开始。随着九运的到来，这些世界中心极有可能发生极大的变化。华尔街的股市、曼哈顿繁华的商业，会不会在九运到来的时候发生崩盘？我们拭目以待。八运是土运卦，所以房地产很兴盛，炒房热就发生在近20年。而九运主离卦，离卦是一个火卦，代表着属火的科技行业，航天和电脑业都会有重大的突破。另外，离也是丽的意思，代表着美丽的时代的到来。有些人认为离卦代表着整容业的兴起，整容业会大行其道，其实不然。整容业兴起发生在我们所处的八运，而不是九运。九运在南方，颜色为紫色，象征物为南方朱雀，所以代表着传统的美。也就是说，九运会是自然美、传统美的回归，人们会越来越认清真正的美与丑、善与恶。在八运的时候，由于整容业、化妆术和电脑 PS 的兴起，骗子越来越多，而代表高贵紫色的九运更看重一个人的内在美、精神美和知性美，这会让人回归真正的内在美。而离卦的离也有内涵玄学的意思，九运主离卦，离有离子和粒子之内涵，隐喻量子科技将主导世界。马大的曾经讲过，2025年量子计算机将取代传统的计算机，我们的手机将很快变得量子化。比特币的抗量子哈希运算必须出来了，否则比特币密码在量子计算机里被破解就是分分钟的事儿。银行卡、微信号等等涉及到密码的都有这样的危机。世界大变革在离卦之下将暗将汹涌。关于量子影响，我们将来单开一局。我们再挖一下9这个数字，从1数到9， 9是所有个位数最大的数字，9与9同音，代表着9是长久的象征。比如年轻人送花会送99朵玫瑰或999朵玫瑰，意味着我们的爱情长长久久，是吧？ OK， 9也与酒同音，酒存放越久越香醇，因为它是浓缩沉淀的精华，所以我们从9这个数字可以看出，九运到来的时候，远古文明的文化精髓将会回归。在我们处在八运末端的时候，就已经感受到传统文化的回归，尤其是在最近几年，中国的汉服和古代装饰越来越受年轻人的喜爱，有越来越多的人对古代的风俗习惯感兴趣。而到了九运，远古文明会重新的回归人类世界。如果八运是2000年文化的回归，那么九运就是4000年文化的回归。这4000年前的古代文明可是了不得的，那要追溯到三皇五帝、四书五经、
黄帝内经，甚至是更幽深的三星堆文明。这就是天人合一。有史料记载，早在黄帝统治中华大地的时候，中国是一个民主社会。Oh my god， 嗷嗷狠，真的假的？那么我们有时间好好的掰扯掰扯族书纪年，那里有不为常人所知的历史。当时人民安居乐业，官员谦逊敬业，国事井井有条，光华璀璨，同时也有修高让贤的高贵品行。《吕氏春秋》就有这样的记述：尧以天下让于子周之父，子周之父婉言谢绝。《高士传》记载，帝尧让位给许由，他不接受，说自己要修身养性，不问世事。舜也曾经把皇位让给尧的儿子朱丹，后来群臣们都去拥护他。大禹也曾经隐退，要让皇位给别人。这种谦逊聪慧大智之人，实在是民族之脊梁，文明之希望。所谓是民主，亦来于此。在九运中，人类更注重精神世界，而不是物质世界，更喜欢探索灵魂和人类的起源。我们也许可以与外星人相见。圣经中提到弥赛亚回归会发生在九运，我们当下面临的这个九运与众不同，原因是这是双鱼座纪元跨入了水瓶座新纪元的过渡时期，这是个新旧世界交替的最后一个九运，代表着地球的更新和人类的重生。如果说工业 1.0 是蒸汽化， 2.0 是电气化， 3.0 是自动化，那么当前处在工业 4.0 就是量子化的开端。有句俗话说，无法解决量子力学。为什么量子这么厉害？因为尽管当代伟大的科学家都解释不了量子是如何运行的。爱因斯坦1926年曾做过最好的比喻，大家听好了，1926年呐。但是我们当时是段祺瑞等等人还在争地盘，国军军统特务头子戴笠发明了刑罚，叫做兵，使日本女间谍之花为之而发狂。有时间我们单开一局。爱因斯坦说 The theory produces a good deal, but hardly brings us closer to the secret of the old one。 后来被人们翻译为量子理论就像是上帝在和我们玩掷骰子。近期咱们还会对这个话题深挖，配合老高深挖。老高刚刚整出了最小的超弦理论，不是吗？那么我们将会搞个最大的宇宙大爆炸。再一次飘归正传，那么在古代的预言中，有哪些的预言提到了九运呢？最著名的就是推背图，有2项和即将到来的九运有关系，我们来掰扯掰扯。推背图第54项谶曰：磊磊落落，残其一局，浊兮苟安，随笑一哭。颂曰：不分牛属与牛羊，去毛存上城墙，环中自有真龙出，九曲黄河水不黄。关于这个卦象，网上不少分析是某个政权走向崩溃的卦象。这里提到了九曲黄河，黄河水清，有圣人出，意味着天下将发生变革，或战争，或灾难，或政权的跌宕，有圣贤的人出来救世。这个卦象里提到了九曲黄河，黄河很长，蜿蜒入海，所以我们称黄河为九曲。而这里的九曲的九正是指九运的意思。水不黄，大家知道的，黄河某一年如果出现了水清，则必有大事发生。2020年黄河水清，新冠病毒；而九运水清，则圣人出。Oh my god， 嗷嗷狠！推背图第44项谶曰：日月丽天，群阴设伏，百灵来朝，双羽四足。颂曰：中国尔今有圣人，虽非豪杰也周成，四夷崇义称天子，否极泰来九国春。这个卦象预示着人类将经历黑暗，并迎来黎明的曙光，也就是否极泰来。而且中国将出现圣人，
这里又出现了九这个字，中国又称之为神州九州，九代表着数字多，所以应该是多国的意思。也就是说，不仅仅是中国，而且是整个世界的形势将会迎来否极泰来。这里的否极既指九运之前会有很多的坏的事情发生，2020年已经是层出不穷，而近期多国发生各种天灾人祸，比如缅甸的军事政变、俄罗斯游行示威、美国的新冠和社会的纠纷、新西兰飓风地震的预警等等。三元九运，每到转运的3年期间，人类必定会发生各种天灾人祸，比如7赤到8白，也就是2000年到2004年这几年大家知道的，发生了曼哈顿事件以及伊拉克战争等等。2020年到2023年出现了新冠病毒、洪涝灾害、蝗虫灾害、火山爆发等等，而这些还在进行当中。近期缅甸出现了局势恶化，而大家看看缅甸的抗议群众所举的牌子，就知道了这样的政变并不是人们想象的那么简单。而日本地震引发人们的恐慌，还有这2天的刚刚提到的新西兰的地震预警，还不知道是否会发生地震飓风。但是很显然被科学家已经探测到了，在九运到来之前将是一个动荡纷争的年代，在这个过渡的阶段里，人们将面临着各种天灾人祸、各种考验。我们期待着各种超乎人们想象的意外的事件早日过去，世界迎来阳光和和平。关于九运，大家有什么想法呢？希望在评论区留言。都听到这里了，还等啥呢？快去订阅和点赞吧！我知道你真的有点忍不住了。独在异乡为一客，每逢孤独看飘哥 ，Peace and Joy。